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24日下午的16点18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的表现啊，道琼斯工业指数啊，昨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弱的上涨啊，上涨了0.28%，涨幅呢是95个点。那在这样的上涨啊，我们看到了涨幅不大，但是伤害性极强啊，因为它在前面一根 K 线上出现了一个略微的突破之后的一个小幅上涨，那么这种行情下呢，会非常打击空头的信心。但是我认为啊，本轮行情道指呢仅仅还是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这里的继续的上涨呢，依然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于33000美金啊33000点附近的一个筹码密集区。那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有这样的规律啊，就是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啊，有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这个原理所在。所以呢，后面的行情当中，特别是本周上涨结束之后呢，行情很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下跌。如果出现啊这种时间级别的下跌，我认为道指呢很快会回到31500点以下啊，最终呢回到这样的下跌通道，并且这样的下跌通道重新回来之后啊，会很快跌破重要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啊，我们看到啊，这两条均线是周线级别上的均线，并且呢会出现一个极端的下跌行情，急速的平行于2020年2月的这波啊下跌行情。那么现在啊，行情虽然有小幅的上扬动作啊，但我认为它的上涨幅度和空间不足，正在这个阻力区间啊进行反复的波动。虽然是阳线，但是行情走到这里面已经在多头的一个尽头的区域附近。那如果美股出现下杀动作，定然会影响比特币。我们看到了本轮道指呢，它已经完成了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而比特币呢还不断的创下新低，并且昨天我们看到啊，比特币的这轮反弹呢，这只是对美股的一个小小的呼应动作，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呢仅仅是小时线级别，它的反弹动能是不强的。同时呢，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来看啊，我们看到啊，符合我们预期的比特币的动作正在展开。这轮动作呢，它是小时线级别的一系列的震荡啊，一系列的震荡。我们看到了从19000到18500美金这个区间啊，快速下行之后产生了低点啊15550，到达低点之后啊，它形成了第一次波谷，然后反弹。这第一次的反弹，我们看到啊，反弹幅度是在16%左右。那第二轮反弹呢，它的反弹幅度仅有8个点啊，8.37。那么目前来看啊，我们正在经历第三轮的反弹，并且第三轮的反弹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第三次波谷这个新低的出现啊，略低于第一个波谷啊，但是还是在这个横盘震荡的等位置波谷区间。我们看到了第三轮目前来看，它的反弹幅度是在8.47%。也就是说，第二轮反弹和第三轮反弹，它的最大反弹幅度基本相等。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如果美股出现弱势的话，一旦美股走弱的话，会迅速带崩比特币的行情，让它重新回到16000美金到15588这个区间。回到第四次波谷的区间。那么我们在行情当中会很快的看到小时线级别的震荡修复整理结束啊，这个震荡整理呢，主要是针对19000美金到15588这个区间进行回补动作。那么回补3次结束之后，会在行情当中成立4次等位置波谷，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啊，之后呢会不断的创下新低啊，这个平台最终就会结束。那么这样的行情啊，小日线的这种结构呢，我们在分型当中日线级别已经出现了2轮了。已经出现了2轮了。第一轮呢，我们看到了是比特币牛市行情当中69000美金前后，它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谷之后一顿下杀之后，我们在
黄色线的这个结构当中啊，也就是说从300美金到17605这个区间上，我们看到了啊，不断震荡，第一轮反弹23%，第二轮反弹呢10%几啊，然后不断的这个反弹力度走弱之后啊，刚才说错了，第一轮反弹43%，第二轮23%，第三轮呢只有10%几啊，三轮反弹之后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啊，一路下杀，从17605下杀到从这个18500下杀到这个15500啊，下杀到这个位置啊，下杀到这个位置之后呢，它在小时线上分形的结构上啊，出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啊可能会发生的4次等位置波谷正在出现。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为什么主张做空呢？原因就是在这里，大的趋势日线级别上，比特币正在不断的下行啊，特别是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乌空阴线和8节阴线之后，行情就会在下方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形成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啊。那在8节阴线的这个位置上，围绕8节的11月9日的这根主阴线，它目前做了非常多的干扰性 K 线，但是这些干扰性 K 线呢，我们看到都是围绕8节阴线的实体部分进行展开的，那么后面就会有沙僧、唐僧阴线啊，形成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日线级别我们进行整理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小日线级别它正在围绕这个结构啊进行展开，4次波谷之后大概率会出现下行，所以呢，对于空单来说没有过多必要的担心。在行情当中，我反复强调了，你要记住3点啊。第一点呢是趋势是下行趋势，第二点呢是在下行趋势的反弹过程当中找到布局的合理位置啊。那我们之前给出来了啊，因为小线级别上啊，它上方是存在压力位的，并且这压力位呢存在3重压力位，所以呢我们给出16500美金啊，是你布局的一个开始的位置啊。特别是在这一轮小线震荡过程当中啊，16500是一个布局的第一个仓位的位置。为什么在这里布局呢？我们之前给出了啊，首先是小时线的1440均线和169均线，并且是波峰的连线在16500美金附近。那么行情在这里面出现了短时间的突破，我们怎么看呢？啊，虽然短时间突破，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行情当中会有很多这种啊，比如说这里，比如说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啊，突然的上行动作，这种动作呢诱多的概率是很大的。这种动作呢，我们管它叫行情当中的毛刺现象。大概率呢，行情都会在这个波峰连线这里面做动作啊，但是有一些时候呢，它会向上一点，所以呢，在设置止损的同时，也要给行情一定的矿量啊，让它有所动作，并且在它有所动作的同时，我们可以加一部分自己的空单，这样呢会在空头的这个方向上啊摊低自己的成本啊，有一点像你做多头行情当中，在高位你建了第一个仓位之后，在低位不断的补仓，这样呢降低多头的成本啊。那空单呢你是要反向操作的啊，在一定的压力位附近建仓之后啊，它上来一点，你再可以重新加仓，这样呢摊低你空头方向的成本。但是呢，这两个仓位不是你一直可以让它纵容它啊，你不断的补的，你都要设置一个止损，最终呢让自己的成本和风险成对等关系啊，最终呢你能够把握的是什么呢？在下跌趋势当中有自己的仓位啊，并且这几个仓位呢有止损的情况下啊，最终呢能够让你获得第4次波谷形成之后的趋势上的利润啊。那么通过这样的过程呢，你可以在当前行情当中不断的建立自己的头寸，只有头寸建立之后，你才能和行情、和比特币的行情、和以太坊的行情、和你关注的虚拟货币的行情形成一定的联系。这个联系呢，是你和行情的一个期待啊。你只有把期待嫁接到
这个行情当中才可能获得后面行情趋势上能够带来的利润。你如果和行情没有建立任何关系，你只看不做的话，没有任何仓位的话，甚至连观察仓都没有的话，你不可能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在趋势获利的前提下得到任何利润你只是一个看客就比如说这个世界杯你虽然对日本有了关注对德国队有了关注，但是你不下注的情况下，即使日本队胜利了，或者是德国队这轮是1-2负于日本了，对吧？即使是德国队负于日本了，你没有建立仓位的话你没有买进的话，它就和你产生不了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和任何事物一样重在参与只有你把这个观察仓建立了之后把一部分小资金建立了之后你才可能不断的积累你头寸最终呢在行情当中获利。有人会感觉到这轮以太坊的反弹是比较快的，是相对于比特币来说是快的。原因呢是在这个位置上以太坊到达了0.068昨天我们说的一个支撑位。这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看到了波峰连线从去年5月份这个波峰连线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通过焦点之后在这个0.069附近0.068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在短时间的行情上，在日线级别的行情上，我们看到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随着它的压力线压过来之后它的价格它的比值不断的下跌，但是在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144均线和169均线，特别是169均线和这个支撑线构成了一个支撑，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了反弹。但是目前来看，我们在 CL 级别上看上方这个结构正在不断的这个压力线呢正在不断的下移过来。那么随着反弹呢到达0.073附近，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就会出现就会遇阻开始回落，并且呢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压力线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和这个波峰连线形成的压力正在不断的压制。所以呢未来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如果接近这个压力线附近以太坊的下跌速度，以太坊的下行速度也是会非常凶狠非常快的。我们在前面行情当中看到了11月9日这轮行情当中跌破这个趋势线之后它出现了一个快速的4小时级别下跌。那么后面的行情当中，随着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的缓涨之后它一定会出现急跌。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周线级别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围绕这个悟空阴线。因此呢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会看到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形成一个平行结构这样的平行结构呢会平行于6月份这样的急跌。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上来，那么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连续3天以太坊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这里面的反弹我们要注意到以太坊反弹前面的这轮反弹到1700美金发生回落。那1700美金我们看到了是4877点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它反弹到1700，然后遇阻回落，并且呢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然后呢它的这轮反弹呢都是围绕这个8节阴线展开的，目前呢没有将8节阴线杀死的意图，也就是它的反弹呢依然是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是弱势的结构当中。为什么弱势呢？我们看到了行情走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它是5月份的波峰和这个6月份的波谷相交汇的地方，所以呢它的反弹力度是有限的，上方非常明显的阻力位在1250美金这个位置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如果在1250美金以下发生震荡的话很快它要接近这个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呢我一直在这几天当中说了接近近焦点的是它是一个发生变盘的位置，并且呢它的日线级别的趋势是下行的日线级别是下行动作有出现日线级别下跌吸油的
啊一个可能性。同时呢，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已经走出来了啊，这个位置悟空阴线走出来了，八节阴线走出来了。目前呢，它是处在一个周线级别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那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所以呢，这个位置上啊也有一些震荡和反复，让空头啊，我们很多朋友呢听了我的课之后啊，都是纷纷建立空单啊，让空头的坚定性啊在这里面形成了动摇。为什么呢？因为周线级别上这个位置就是沙僧位，特别多颠簸。沙僧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啊，这个是我 K 线修战法书里面写的啊，每一根 K 线啊。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每根 K 线它各有什么特征，我都写在书里面了。那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啊，在周线级别沙僧阴线出现之后呢，通过这些震荡之后，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唐僧阴线会最终展现出来啊，形成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并且呢，它会出现平行于4到6月份啊下跌的过程。我们看到4到6月份啊，以太坊一直处在这个下跌通道当中啊。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认为平行于这段下跌的 K 线，很快就会展现出来。最终呢，以太坊我给出的到达12月中旬啊，也就12月15日左右前后啊，它的一个目标点位是在$260。所以呢，持有以太坊空单的朋友们啊，你要低倍杠杆，坚持方向啊，分散式进场，设置止损啊，最终呢，随着行情到达$260，我们会获利颇丰。那在昨天早盘的分析当中啊，我给出了 LTC 啊是一个重点关注的一个山寨币啊，因为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信号啊，这个信号呢我们看到了首先悟空阳线突破了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突破之后连续发生震荡，走出了8节阳线，所以呢我认为昨天有可能走沙僧阳线啊。昨天我这个节目录的比较早啊，它币安的平台的收开盘时间是早8点，我在8点之前就把节目录完了，所以呢昨天走出了一个这个沙僧阳线，沙僧阳线之后有可能走出唐僧阳线，但是呢对于 LTC 来说，目前不是做多它的一个时间点啊。你如果昨天跟随我们行情分析获利的话啊，在这个位置上可以进行减仓啊，可以进行减仓，因为我观察到 LTC 的这轮行情大概率是受游资的干扰出现的一个独立的行情，包括 LTC， 包括 BNB 啊，这些受这个平台啊，就是币安平台啊，或者是一些游资的影响非常深，所以呢，有的时候它不跟随主流币种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走势。那出现这种走势之后啊，获利先出局，因为我认为比特币和以太坊的最低点的位置还没有走出来，所以呢，这些币种虽然出现了一个量价齐升，但由于这些游资在操盘之后，很容易在特定的时间去进行抛售筹码。统一仓位进行做空啊，他们可能会在很多平台上啊去搞很多账号去抛售这个筹码啊，那最终呢导致很多追击的朋友们啊受到损失，所以呢，我认为这些还没到时间点的币种呢获利即可缓慢的把仓位减出来。毕竟呢，你在行情当中是来赚钱的，那最终呢，你如果通过这种短波去操作啊，去获利之后，要先把本金跑出来啊，或者你先把这个一大部分的利润和本金跑出来之后呢，再顺势而为啊。那在日线级别上，它是有可能做出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动作，但是我观察到啊，目前比特币它跟随美股的效应非常弱。美股大幅上涨，比特币略微跟随啊。美股周线级别上涨，比特币做4小时到日线级别的反弹啊。所以呢，它不跟随美股不跟随资金的随动效应。一旦美股出现崩盘，比特币也会快速下杀，同时呢带崩很多山寨币种啊。所以呢，在行情不稳定的前提下，我认为目前你可以获利之后出局一部分。这是对这个 LTC、BNB 这2天突然上涨的这种次主流币种来说的。那对于 SNM 这种接近100倍的币种
短短几个交易日，接近100倍的币种，我们观察到了它的操盘方式非常简单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悟空、八戒、沙僧、唐僧，然后我让大家伙在当天晚上20点钟紧急撤场，因为涨幅过大，并且出现了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所以呢8点离场之后它出现了一个快速的4小时级别的下山动作这里是什么动作呢？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上它出现的是等时间级别的对称性的上涨和对称性的下跌。那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有没有机会呢？我认为机会依然是有，但是你要掌握非常多的要点那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高点出现之后下跌过程当中确实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形成了收敛三角形。但是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在小日线级别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回落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要放大一个时间级别，通过4小时级别去进行观察。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它的支撑位在0.5美金附近在0.5美金附近。那么如何进场呢？我认为这种缓慢的下跌是非常难熬的那你进场的位置呢，我认为在4小时级别的这个支撑线0.5美金附近如果到达这个位置上它有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比如说这个标志性阳线，你可以参考一个时间级别是小日线的标志性的阳线突然出现了一根阳线之后，那么这根阳线它的开盘价的这个位置上你作为止损然后进行进场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进场的话，要耐心等待什么呢？耐心等待它的这个标志性的阳线，也叫悟空阳线，并且把它的开盘价设置成止损再进场。再进场，这样呢，大多数时间它是安全的，因为你有止损位并且这种行情波动特别大对称性涨跌的币种，它有可能出现这种浪子回头等待它浪子回头信号出现之后有阳线的时候再进场，往往能够获得很大利润。但是呢，如果你进场之后一定要设置止损这个止损线呢是你保命的一个线。我们认为行情当中会有很多这种悟空阳线，但是它是真悟空和假悟空，有的时候我们无法辨别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识破主力庄家的意图如果它是假突破的话，你在开盘价的这个位置上悟空阳线开盘价的这个位置上立即止损出局。那如果它是真阳线的话，真悟空的话，那后面行情当中你会得到你观察的时间级别的比如说你观察的是小时间级别或者4小时级别你能够得到你观察时间级别上的一个趋势上的利润，并且你在这个趋势上利润减仓之后目标位到达之后减仓之后，可能会得到一个更大时间级别的利润。比如说你小日线上涨吸油完成之后你预判是小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但是小日线完成之后小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你获利之后减仓之后，它有可能成长为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甚至是日线的周线的都有可能所以呢，一切的前提呢是你要有一个观察的时间级别，并且在这个观察时间级别上它有这个标志性的阳线的基础上进场，然后设置止损，然后跟随这个行情来进行获利我特别喜欢这些大波动的币种因为他们在行情当中会给出我们很多的机会比如说之前的Luna C之前的 Luna C 包括 FTT 这些币种呢都有可能出现浪子回头的这种现象。所以呢，把握浪子回头往往是你在熊市当中翻身的很重要的机会所以呢，对这一点呢要多做关注。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搜索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呢，我的这个主页上也有这个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的链接。那么这里呢，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